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这篇原文的段落。教你炒股票26，市场风险如何回避？2007年1月30号。首先要搞清楚的，什么是市场的风险？有关风险前面可以带上不同的定性：政策风险、系统风险、交易风险、流通风险、经营风险等等。但站在纯技术的角度，一切风险都必然体现在价格的走势上。所有的风险，归根结底，最终都反映为价格波动的风险。例如，某些股票市盈率很高，但其股价就是涨个不停。站在纯技术的角度，只能在技术上衡量其风险，而不用考虑市盈率之类的东西。其实风险这个东西，大家应该考虑的很多，尤其是你在操作可能风险性比较高的标的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操作 option 期权，或者说一些这个2倍或3带杠杆的这个衍生品，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做这个跟芯片相关的这些3倍的衍生品的标的的时候，这个风险都会有考虑。但是呢，像禅师说的这样，什么风险最终都要落实在价格上，对吧？我们画个图，简单说一下，一个股票这么在上涨过程中，如果说你能在上涨过程中把你的成本降下来，对吧？你从打个比方到这个位置是100，这个位置是1的话，从1涨到100，但你的成本是0，对吧？那么从100跌回到你的起涨价的时候，你是不亏钱的。那么在针对这个股票的时候，所谓的风险就是在高位的时候你没有跑掉，那么你所谓的风险那些什么政策风险、系统风险、交易风险、流动风险，在这个股价上都没有意义。唯一的风险就是在100的时候你没有卖，那么你拿到了1块钱，那么对你来说这是最大的风险，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学技术分析？为什么要在你的交易中多考虑你的成本，多考虑你的这个持仓的这个周期？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只有你的成本够低，你的这个呃达到一个无风险的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市场大跌呀，都跟你没关系，对吧？因为你是不亏钱的，你首先把自己放在一个无风险的位置上，那么市场的任何波动都只能让你的成本降得更低而已。在应用本 ID 的理论时，唯一需要提防的风险就是交易能否延续，以及是否算数。对那些要停止交易的品种，最好别用什么理论了，直接去赌场算了。至于停牌之类的，不影响理论对风险的控制。其他的一切风险必然会反映在走势上，而只要走势是延续的，不会突然被停止而永远没有了，那一切的风险都在本 ID 的理论控制之中。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理论。应用本 ID 的理论是首先要明确的。其实啊，陈师在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这个图形也好，这个股票你交易的这个标的是能够长期延续的。为什么交易 option 期权之类的这些难呢？因为它都有一个期限呢。比如说你是玩的是这个1周到期的，还是1个月到期的，还是1年到期的，它都有一个时间限制。为什么期权难呢？它是何时到何价，所以说期权这个东西它的难度远大于股票。为什么很多小散户其实并不适合去参与这么难度大的？你连股票都没有分析清楚，你就去参与更难的东西，那你可想而知你的成功率不会太高的，对吧？因为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尤其是很多人喜欢玩比如说当周到期的，比如说就是周末到期的这种，那个风险就大了去了，就纯粹是把股市当赌场来玩了。但是更重要的是，
停止交易不是因为市场的原因，而是自身。因为任何的交易都必须有钱，也就是交易的前提先有钱。一旦钱是有限期的，那么等于自动设置了一个停止交易的时限。这样的交易是所有失败交易中最常见的一种。以前很多人死在透支上，其实就是这个情况。任何交易的钱最好是无限期的，如果真有什么限期，也是足够长的。这是投资中极为关键的一点。一个有限期的钱，唯一可能就是把操作的级别降到足够低，这样才能把这个期限的风险尽量控制。但这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最好别出现，对吧？这个也非常重要。很多人现在大家很喜欢用杠杆，对吧？无论是交易的标的自带杠杆，还是说你去用了 margin，你去用了那个融资，那么这个在现在散户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如果说你要那个非要用的话，也没有问题，对吧？你只要能控制得住，而且呢，你投资的时候最好是用闲钱投资，不要你把你买房子的钱，或者说你这个给孩子上大学的钱，或者说你用来养老的钱拿出来，然后去这个玩风险很大的，尤其呢这个时间又很短的那种，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提醒一下的。有人可能要问，如果业绩突然不好，会有什么坏消息怎么办？其实这种问题没什么意义，即使在成熟市场里，这类的影响都会事先反映在走势上。什么消息可以没有任何人事先知道？你不知道不等于别人不知道，你没反应不等于别人没反应。而这一切，无论你知道与否，都必然反映到走势上。等消息明朗，一切都晚了。走势是怎么出来的？是用钱堆出来的。在这资本市场里，又有什么比用实在的钱堆出来的更可信？除了走势，又有什么是更值得相信的？而那些更值得相信的东西，又有哪样不是建筑在金钱之上？资本市场就是一个金钱的游戏，除了钱还是钱，只有钱是唯一值得信任的。而钱在市场上的运动的轨迹就是走势，这是市场中唯一可以观察与值得观察的东西。一切的基本面、消息面的分析，都最终要落实到走势上，让实在的钱来说话，否则都是自读而已。只要有钱的运动，就必然留下轨迹，必然反映在走势，必然在走势上反映出来。这说的真是，这个每一句话都是禅师精炼出来的，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那么，我之前在直播中也说过多次，对我们小散户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看图啊，因为任何一个图形，任何一个公司的图形，对你、对我，还有对巴菲特，它是一样的，都是公开的。那么，巴菲特想进场，他也要在图形上留下痕迹；我们要进场，也要在图形上留下痕迹。所以说，观察图形其实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市场，对吧？它是一个用钱堆出来的这么一个轨迹。那么，虽然说这个我们说缠论一直说的是一个三个维度来选择操作股票的这么一套系统，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是这个技术面一直强调的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的基本面和，虽然说禅师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基本面呢，还有那些都没有什么用，就是说一切基本面、消息面的分析，最终都要落在走势上，对吧？那么。之所以对我们散户来说更应该选择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好的票的原因是，即使你的技术分析或者你的技术操作不够好，那么在长期下来，只要你不是追涨杀跌的，只要你能够资金是可以长期再放在市场里面的，那么你可以等的，你可以那个就放在那里面，对吧？就套牢了吧，对吧？散户是最多就赔时间嘛。散户其实跟那个机构还不太一样。像很多基金呢，很多机构，他们的钱反而是有期限的，因为他们的好多钱，比如说那个是很多基金，如果说市场在下跌的，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市场在下跌的时候，散户是会把钱会卖掉他们手里的基金，那这样的话，做这些基金的操作者，他们必须要卖出的，对吧？因为基金的钱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是这个基民的钱，所以说。像这些大的机构，
他们反而没有散户来的长久，手里的钱。那么散户如果说被套的话，你可以一直套在里面就不动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只要你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选的没有问题的话，因为股票这个东西，像公司，它可能一个季度的那个数字不好，两个季度数字不好，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只要大方向向上的都没有关系。像那个美国的这个也是，虽然说现在特朗普上台了，哎，很多不确定性的政策，但是特朗普也不可能一直在上面啊，最多4年嘛，对吧？他已经是第2任期了。所以说4年之后，如果说民主党上台，或者说换一个另外的一个这个共和党的人上来，可能政策不一样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即使再长的话，也就是4年、8年，那么你的周期比这个再长的话，你还是不亏钱的。所以说，但是前提是你选择的标的，你选择的投资的这个股票是基本面和比较关系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它的基本面不好的，对吧？它是一个一直是盘旋向下的这么一个公司的，那么你是拿不住的，你是不可能靠这种时间，它是不可能有往上走的这种可能的，可能弹一下之后继续往下走。所以说，为什么这个需要精选个股？这就是这个原因在这儿。如果你的技术面你的操作不好的话，你套在里面也没有关系，顶多损失一点时间而已。还有就是，操作的标的一定不能多。很多人手里面可能资金量并不大，然后整个10只8只的，你会发现你根本就看不过来，对吧？你禅师其实是之前给过一个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资金，那当然了，他说的是人民币。如果说你的那个手里的资金没有超过100万的话，那么你的资金那个手里的票的话，就不要超过3只，对吧？大家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来看一下自己的手里面应该拿几只，拿的越多，拿的少的前提是你一定要对你所拿的这个股票的那个基本情况有一个了解。从现在的位置，比如说再跌个30-50的，你也能拿得住，对吧？你也不担心，只要长期下来这个公司能够上去往上走就可以的，这是前提，对吧？所以说不是说让你说啊重仓干一个小票股，重仓干一个什么那个生物制药的，你也不了解的，每天波动特别大的，上下翻飞的，让你重仓干这个，不是的，而是一定要对你要做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你才能够重仓。这样的话，你不至于说每天哎呦看都看不过来，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一旦集中的话，你这样关注度需要关注的东西也少了，需要观察的周期也少了。你这样的话，能够把每个周期都能做得到。其实长期下来的话，这个效率是很高的。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市场唯一的风险就是你投入的钱在后面的时刻不能用相应的凭证换成更多的钱。除此之外，一切的风险都是狗屁风险，任何的凭证本质上都是零，以零以上的任何价格进行的任何交易都必然包含风险，也就是说，都可能导致投入的钱在后面某一时刻不能换回更多的钱，所以交易的风险永远存在。那么有什么样的可能使得交易是毫无风险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拥有一个负价格的凭证。什么是真正的高手？永远不败的高手，就是有本事在相应的时期内把任何的凭证变成负价格的人。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交易什么其实根本不重要，只要市场有波动，就可以把任何的凭证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变成负价格。本 ID 的理论本质上只探讨一个问题：如何把任何价格的凭证最终都把其价格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变成负，对吧？禅师一直强调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内，很多人就是可能根本从来没想过你交易的这个要拿多长时间，可能就是要做个日内交易，或者做个这个短差交易，或者做一个超短交易，对吧？那么你在做这个其实难度非常高，周期越短难度越高。为什么？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啊，周期越短，它的结构更容易被破坏掉，这其实是根本的。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进场的一个，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结构了，哎，你觉得这里有中枢了，我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打个比方是1分钟的，对吧？1分钟的这个周期，你做日内交易，
然后你再看见，哎，这有很有规律的这个波动啊，这是一买的话，这都是二买、二买、二买、二买。然后这个二买，哎，你说，哎，这个二买我发现了，我开始大仓位往里干吧，因为你是做日内嘛，又上杠杆又上啥的，然后突然间一个大单，啪就直接砸掉，直接把你这个一买就干掉。那么这个位置你只要出手不够快的话，或者说你没有止损的话，比如说这个位置你没有放止损，那么立马就套在里面，对吧？它完全可以继续再向下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之后，也就是说它前面这里完全是可以是这么一个走势，只是一个第一个中枢，下面再做出来第二个中枢之后再结束。那么如果说一旦手不够快，没有止损，那么你的仓位又比较重的话，你所谓的这个交易，你所谓的这个结构根本不管用，它很容易被破坏掉。所以说啊，周期越小，结构它越容易被破坏掉。为什么？在小周期里面，你如果说用笔交易的话，那么这个结构是非常容易被破坏的。那么你如果说用线段的话，稍微能好一点，也就是三笔构成一个线段。如果说你的中枢是由这样的情况构成的，对吧？这是由这个红颜色的是这个由线段构成的中枢。那么你说这个位置是一个二买，然后前面这里如果说有一个一买的话，那么它的结构的这个稳定性绝对比下面这个稳定性高。所以说在小周期难度越低的时候，你应该把你的这个越应该用稳定的这个结构，比如说1分钟上你要用线段，或者说更简单的就是你把周期提高，对吧？你不要交期那个看1分钟的，看五分钟的，五分钟的比，如果说这是五分钟的话，五分钟的一比基本上就是一个1分钟的三段，你可以这样类等于这么一个想法也可以，对吧？就是高周期的比就是小周期的一个最少3笔，或者说是一个走势类型都有可能，就看这个结构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呀，不要去交易那个超短线的，那个难度太大了，你又没有那个能力的话，所以说交易这个日内波动那个都是超难度的。任何的市场波动都可以为这种让凭证最终变为负数的活动提供正面的支持。无论是先买后卖与先卖后买，效果是一样的。但很多人就只会单边运动，不会来回动，这都是坏习惯。市场的无论涨还是跌，对于你来说永远是机会。你永远可以在买卖之中，只要有买点，只要有卖点就要卖出，只要有买点就买入。唯一需要控制的就是量，对吧？这个仓位量就是仓位嘛。其实你交易到后期，你就会发现，或者交易时间长了，其实就是一个仓位管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有一个中枢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在做，尤其在中枢震荡的时候，更应该做差价了，对吧？那么中枢上方你就减一减，中枢下方你就加一加，其实就是一个加减仓的一个操作嘛，就是一个控制你的那个仓位控制。那么这是这个还有就是很多人只会单边运动，对吧？比如说这有这么一个这个走势，有这么一个中枢，在从下往上的时候是先买。如果说你只能就是如果说你不能做空的话，你就先买，然后到了这个位置，它的内部看一下它内部结构有背驰了，然后就开始卖，对吧？或者说呢，你这段做完了，然后你可能这个回落没有做，然后到了上面这个位置，还可以继续来这个把手中的票先卖，卖完了之后到下面的时候是再买回来，对吧？你要两边都能做，不能说我只会先买后卖，而不会先卖后买。即使说，比如说你这个位置套牢了，我好像在其中一个视频里面说过这种方法。比如说你的成本，打个比方，它是从上面下来的，然后到了这儿了，即使说你的成本在这里，对吧？那你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先卖呀。你虽然说那个你的成本在这儿，但是你在这里卖出，在这里买回来也是能够把成本降低的。虽然说这个总成本可能做一做在这儿，但是也比你一直干拿着强。尤其是如果说你看的周期，如果说这个周期是60分钟的，或者说是这个日线的，
那么你就更应该做这样的操作了。即使你长期，如果说你是从上面套牢下来的，也应该做这种先卖后买的这种操作。那么先买后卖的话，如果说你被套牢了，这个其实我在视频里面是讲过很多次的。如果说你被套牢了，那么这个位置可以在上面，在这个位置先卖一点你已经套住的股票，然后回来之后再把这个之前卖掉的这个同样数量买回来。你这样的话就不利用额外的资金。如果说你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进的被套住了，然后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怎么办？就是利用你手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股票数量进行这个短差操作，这样的话也能慢慢把成本降下来。这好处就是不需要用额外再投入其他的资金的。因此，站在这个角度，股票是无需选择的，唯一值得选择的就是波动大的股票，而这个是不能完全预测的，就像面手行与不行，谁知道下一次怎么样？对于本 ID 来说，市场从来没有任何的风险，除非市场永远一条直线。谁知道下一次怎么样？对于本 ID 来说，没有任何风险，市场永远是一条直线。当然，对于资金量小的投资者，完全可以全仓进出，游走在不同的凭证之间，这样的效率当然是最高的。不过，这不适用于大资金，大资金不可能随时买到足够的量。一般来说，本 ID 只在月线，最低是周线的买点位置进去，追高是不可能的，这样会让变负数的过程变得太长。一般都是2类或者3类买点。这样可以骗庄家打压给点货，一般不在月线的第一类买点进去，这样容易自己变庄家，对吧？像禅师这种资金量，他一般用的是2类或3类买点，他也不用一买，一买是容易自己变成庄家。一笔足够长的钱，加上本 ID 理论的熟练运用，等于战无不胜。市场哪里有什么风险，对吧？是不是看完了这个禅师这些文章之后，对这个学习这个理论更有信心了呢？很多时候，你可能在不熟练的时候，那么你就先把你的仓位降低一点，因为你一步不熟练，然后这个仓位又重，那么就很容易这个会出现追涨杀跌的这种情况，这个在散户中是比较常见的。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26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的这个周末复盘。下周啊，有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农数据了。这个4月4号有这个非农数据要出来了，然后还有美联储主席有一个讲话，可能是有什么开的什么会或者国议会上有一个讲话。然后呢，周二有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指数，还有这个跟市场中已经公开的这些就业的职位相关的一个数据。然后周三 ADP 数据，还有原油数据。周四，哎，又是一个初领失业金的一个数据，然后也是一个非制造业指数的一个数据，对吧？数据比较多。那么，这是这个下周，然后再过一周的话，就马上要到了这个，因为第三月份马上要结束了嘛，那这样的话，第一个季度就要过去了，这就是要到财报季了。那么这个现在美股又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所以说这是相对比较关键的这下一周和再下一周。好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那么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分析的股票数量是非常多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指数，还有这个比特币，就可能就结束了。先看一下指数，现在看的是月线。那么在月线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那么下周还有一个交易日，那么这个月就结束了。这个顶分型基本上就差不多就这个样了。那么出现强顶分，因为它这个强顶分呢不是第一次出现，因为这个顶分型前面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对吧？我们之前是分析过的。那么出现个强顶分，这么一个强顶分，如果说要回撤够一笔的话，那么这个杀伤力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从这个最低点起涨点测一下的话，到5132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空间现在还有多少？踩到5132还有8%呢，对吧？指数跌8%，那么这个个股的话可能又要20%去了。
所以说，如果说真要是回撤够一笔杀到这里的话，那么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在这个月线上，我们在上一周做会员专享的视频的时候说过，如果说月线这个周期出现顶分型了，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它的次级别或者次次级别有没有二脉或者是三脉。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周线上现在也是回落不够一笔，它现在这里有包含关系，这个整体是回落是不够一笔的。那么它是没有二脉，也没有三脉，对吧？我们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的话是出现了一个从6147下来，出现了一个二三脉重合的一个位置，这个5786是一个二三脉重合的一个点位，而且它这个反弹刚好是弹到了0.382上面一点点，然后又是这个200天均线这个位置，对吧？是一个最弱的一个反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二三脉重合？因为上面这有中枢啊，上面这个中枢，如果说你借用过来的话，我们把这个看一下裸 K。如果说这个中枢是在这里，哦，它这个是这样，这是上面是有一个中枢的日线上，那么这个反弹没有回到这个中枢是三脉，那么上面这是一脉，它又是一个二脉，所以说它是一个二三脉重合的这么一个卖点。我当时在上周我们当时设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想市场对那个特朗普，或者说这特朗普这老登啊，对他的反复无常，市场已经适应了。我们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这个里，就是说市场能够看能不能够到5900，对吧？到5900，然后刚好也是120天均线这个位置，然后再下来，这样的话给大家有一个逃命的机会。但是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浅的一个反弹，只到了0.382，然后又被特朗普的这个新的关税，就对所有国家的汽车加关税这个事儿又给砸下来了。所以说现在还是非常脆弱的。那么按照现在目前这个情况看，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二三脉重合的这个卖点，那么它再次跌破5504，基本上就是大概率的。跌破5504之后，我们要看这里有没有能够出现盘整背驰。如果说不能够出现盘整背驰，那下面就深了去了，对吧？就看它跌破5504之后，或者说呢，现在是只有4根 K 线，就这里只有4根 K 线。如果说再来一根，下周比如说再打一个小低点，就是5根了嘛，对吧？看它能不能够先弹一下，先弹一个够一个5笔的一个反弹，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构成一个反向中枢。那么这个位置要那个多逃一点，因为它这样的话可以走离开段了。那么就看这里进入段跟离开段能不能够有背驰，没有背驰的话，可能要在下面再做出来第二个中枢。有背驰的话，它当然可以是这里有背驰了，有背驰了，那么可以来一个三脉测试一下，然后可以再来一个盘整背驰结束，然后这里看能不能够起来，对吧？所以说，有这么两种情况，就是跌破5504和不跌破5504这两种情况，就看它怎么选。这是在这个日线上，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上，当时它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在这个出现这个前面这个中枢的时候，之前是出现过这个中枢，然后在这个应该上周四或上周五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对吧？当时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5603上去这段已经有背驰了。5603上去是我们当时测过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我们当时就发现它是有背驰的，因为等比例在5801，当时应该在这个位置，对吧？它最高也就达到了5786，所以这段是有背驰的。它的次级别有2个小中枢，或者说次级别。我给大家经常讲的这个简单办法，超过3根 K 线并排的话，就说明它的有的时候应该是次级别，次级别可能时间不太够，可能需要5、6根才够次级别的。一般都是次级别，它有2个小中枢了，那么又打了一个小高点，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呀，对吧？那么它出现了一个背驰，然后又给了一个顶分型，那么下来之后，也就是本周，当时说有2种情况，一是回撤不回来，给一个3买，然后再往上走，或者说就直接拉回来，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最坏的一种情况。那么之前还是尝试过，这里还是尝试过反弹的，就周四的时候。还尝试弹一下，
又在120小时均线这里又是一个0.382，当时应该是0.618的一个回撤。对，刚好是站到了0.618之上，对吧？站到0.618上面做一个反弹，但是很快又在这里横了一天的时间，然后周五直接就下来了。所以说呀，市场也是尝试过的，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的痕迹，通过这个图形上来看。那么周五的话，最低点我们看是哪个价格？这是5573、5574、5572，也就是收盘前出现了一个最低点5572。那就看下周能不能够先弹一次。下周开盘之后呢，如果说有反弹的话，比如说弹到这里，这里会有一个120小时均线，又是一个中枢的中轨。如果说你要想出逃一些的话，这个反弹要那个最好能抓得住，对吧？先减一点，减一点之后看它再回落之后的一个情况，对吧？那就可能再去跌破5504了。如果说它这个力度更强一些的话，那就可能就走得更远了。所以这个反弹还是尽量要去做一下应对的。它这个周期相对偏小一点，是一个1小时的一个周期。好的，那么的话，整体来讲，下周还是一个，呃，怎么说呢？就是有反弹，先减一减。毕竟现在整体市场情况还是偏空的。那么，如果说看不懂的话，就在场外观望也是一个好办法，对吧？你就场外观望，或者说就不操作。这个时候可能，如果说你操作的这个越多，频率越多，可能越容易犯错误。这是针对指数，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因为比特币在周末也是交易的，然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大周期的话，它在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的，对吧？那么下面有一个大的月的中枢，然后这里做出来了第二个月的中枢，然后从这个49050之后，尝试想逃离这个中枢。目前看现在是虽然说这一笔是够笔的，但是回撤现在我们看一下裸 K，这是有顶分型了，对吧？月线有顶分型，然后现在又连跌了2个月，就看这个顶分型能不能够，是不是中继的，还是说一个固定的？那么就看一下次级别，也就是从这个起涨点，我们把它给画一下，从49050这里，也就是观察一下这些 K 线。那么这些 K 线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从这个起涨点，那么其实是一笔上一笔下呀，这其实还是一个二买呢，对吧？而且这里还出现了周的这个底分型了，回撤也够笔，所以说这个针对前面这个49050，如果说是一买的话，这里是一个二买。那么我们现在要关注什么呢？就看一下从最高点19358下来这段，然后再加上这3周的一个情况，看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形成反弹一笔，对吧？要么是更强的再次突破19358也可以。如果说是只是一个弱的反弹的话，可能要在这里做中枢之后看能不能够上去，或者说是比较差的就是做一个中枢再打一个低点，那么相当于从19050跌到这个位置，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这个它的上一个周期月线的一笔回落。所以说这段是要有的，不论是要上涨还是要下跌，它都要有一笔反弹。只要76555这个位置能扛得住，看一下次级别。那么从这个再看一下这个19358到7655，那么在周线上我们刚才看了，只是这个一笔下的一个回落。那么在它的日线上结构就多了，1、2、3、4、5，刚好5浪，这个第5浪也结束了。我们看裸 K，经过包含处理的话，这个回撤也够笔了，回撤也够笔，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5浪结构。那么这个第5浪呢，可以跌破7655，也可以不跌破它。最好当然是不跌破它，然后给一个反弹，对吧？这个3段，这3段就构成什么了？构成周线上的一笔反弹了。那么如果说出现3段的话，你也可以用黄金扩展器测一下，假设这个位置是最低点，看看能不能够到等比例的位置，刚好也是120天均线的位置，也就是9433323。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或者说不到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说你发现它的内部结构偏弱的时候，就减一减，对吧？因为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周线的大二脉了。
它可以再下来。就看它这段，那么关注重点又到了这个，就是从88804到现在的最低点81966，看这现在是有这个6根 K 线，看这个6根 K 线内部结构能不能够止跌，就或者说这个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这个可不可以结束了？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它日线的次级别。因为比特币是，24小时交易的，然后周末也可以交易，所以它的时长是比较长的。所以日线的次级别是4小时，那么4小时的话，它只有一笔下来。它这里是尝试过有反弹，但是都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之后不够笔，所以4小时的话只是一笔下来。我们看一下4小时的次级别，也就是1小时。那么4小时次级别1小时，这是有结构了。看一下，把这个图形稍微纠正一下。好的，那么的话，在1小时上，这个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但是呢，这个中枢震荡没有到9，对吧？我们看它这个进入段，然后1、2、3、4、5、6、7，只有7段，那么没有到9，没有到9之后，哎，它还给了一个3脉，从这个离开之后到这儿给了一个3脉之后下来了，所以说这第3段是有背驰的迹象，对吧？但是呢，现在也出现了这个1小时的底纹型了，你看它这段。面积也没有前面那个大，然后快门线的位置也没有前面低，然后价格比前面的低，背驰了呀，而且是双背驰。就什么是双背驰呢？就是柱子的面积也比前面的小，然后快门线的位置也比前面的高，就是后面的位置比前面的高嘛。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双背驰，这是标准的背驰。那么这里就有希望弹一笔。弹一笔的话，因为现在周期是1小时，那就看它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低点83533，最好是比较强势的突破。你也可以把这里画成一个类中枢，就是1小时上。那么这个1小时的小中枢的话，最好是能够突破这个最强的是突破这个上沿儿，就是84854，直接干上去，对吧？突破它，然后一个回落不回来，然后这样走，这是最强势的。比较弱的是就直接只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就这个类中枢里面来，碰到了这个83533，然后继续下，这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A 中枢，然后这里构成一个 B 中枢，才有可能结束，对吧？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只能可能回到中枢的中轨的位置，然后回来给一个2买，然后再上也可以。所以说就看哪种情况那个他怎么选了，或者说看这些机构，或者说周末能不能够出现什么消息，或者说特朗普这个家伙再出一些这个小嘴在叭叭出现什么所谓的支持虚拟币这个产业，但是虚拟币最近的表现你会发现它远远没有黄金的表现好，对吧？虚拟币最近的这段走势跟股票走势基本上同步的。股市涨它也涨，股市跌它也跌，完全不像，黄金。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们分析那个黄金，有一个朋友可能是一凡朋友问的这个黄金，那么黄金走出一个大牛市，但是比特币一直在这趴着，对吧？所以说，相对于所谓的纸黄金嘛，之前一直好多人鼓吹比特币，说是哎呀纸黄金 （digital gold），扯淡嘛！你这现在跟黄金比，真是不对黄金甩的108000里了嘛？所以说还是，表现比较差的。那么现在它这里看能不能够酝酿出来，起码给一笔反弹之后再看。好的，那么的话我们这个复盘就到这里了，再见。